在沙巴有个家喻户晓的炸鸡品牌，如果你来沙巴旅游，导游都会问你吃了 Buenos 没有。虽然在全球 Buenos 并不出名，但是它是我心中最好吃的炸鸡，就连沙巴财政部长每个礼拜都要吃2次。 Buenos is as good if not better than I eat them twice a week. I like the spring chicken. Buenos 也是极少数的能从东马开去西马的品牌，鸡肉从农场到腌制好到炸好到你的口中，通常不超过24小时。一个快餐品牌，但是能够做到 farm to table， 背后少不了老板的坚持与努力。你看着炸鸡的精华在掀开鸡腿的那一刻就流满了屏幕。嗨，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 Buenos 的老板 Janic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创立 Buenos 的经历，还有他的初心是什么。Janice 呢，他是在新加坡30年读书跟工作30多年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沙巴创业呢？因为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都会每一年回来沙巴，然后我每次回来沙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沙巴很美，人很好，很单纯啊，很可爱可亲。我有一个心，就是想要在沙巴community 来贡献，从生意的角度来带给大家有更好的生活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在新加坡创业，而是回到沙巴呢？是因为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没有像沙巴这么好，还是就是觉得你要回来了？它虽然在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大都市，什么的样样都好，可是我觉得沙巴的人和地方会更好，毕竟我就是沙巴人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感动，要来到沙巴来贡献回馈这个社会的。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为了什么会把炸鸡做成沙巴的本土的品牌？其实因为我姐姐和我弟弟，我们3个人就很小就去新加坡读书，那时候我们就每次都会经过 K 牌炸鸡，在经过 K 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没有多余的零用钱去吃，所以我们一直很想要吃，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。有一天我们3个人就拿着新币1块钱走入了 K 牌炸鸡，因为 K 牌一走进去就很香，1块钱呢，3个人只可以购买每一位2个面包，那个面包就是毛半，6个就是9毛钱，所以我们还剩1毛钱。所以当时我们吃着面包，闻着那个味道，又叫了1人1杯白开水我们就在那边享用。我们就坐在那里的时候，看着别人吃那个炸鸡，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也要做这个炸鸡的生意，人人都能吃到好吃的炸鸡。就有点像吃着白饭看着视频里面的红烧肉那种感觉吗？对对对对，望梅止渴嘛是的，说那个我们有这个的经验，长大我们都很爱吃鸡肉，所以炸鸡。回来沙巴的时候，我们要创业，就想到要做什么，我们提起说有这个故事。你创业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，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当时我回来12年前，从新加坡回来沙巴，当时候当然是品牌，是我们创业很勇敢的做这个快餐的品牌，因为快餐品牌毕竟是不多人做，大多数都是那些大企业。我们就有一个梦想，我们要把沙巴的品牌带到全世界，所以我们就会把Borneo 这个字就把它变成 Buenos. Buenos is Borneo plus S for Sabah, Sarawak and Semenanjung Malaysia. 要全世界都知道 Borneo 这个美丽的地方。你说有什么挑战？因为我们创造新的品牌，所以起初就是很困难的。那你是怎么让人家知道说有这一个炸鸡品牌的？说起初我们一来这里 Asia City 是我们第一间，我们在这边开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，诶，你怎么开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？这间已经换了很多老板，风水不好啦，什么什么，起初都是给我们这种负面的 feedback 啦，我们就继续做下去。起初就是 word of mouth， 他们吃过了过后，觉得他们就好吃，他们就嗯会介绍给他们的朋友。因为10年前没有什么人说，所以是你们先来还是大家来先来的？大家来先来的，来了几年。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海鲜有炸鸡。对，我们差不多时候起步了，可以说对的。那时候最主要就是推出沙巴的品牌，好几年过后，我们慢慢的就有看到
本地的那些品牌出现了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因为是本地的品牌，有些人就很惊讶，他们说诶很有 standard， 做到很像 international brand，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 local but international brand in mind。 现在10年过后，我们很高兴终于现在也是成为沙巴品牌的炸鸡。对，所以很多人说来到沙巴一定要品尝 Borenos， 我们很高兴达到这个目标了。名品牌其实我们去 mall 里面去 order 他们的炸鸡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卖断货的，就没有炸鸡的。像 Borenos 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吗？还好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鸡。对，因为我们之前住在海边的时候，就是在 mall 里面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炸鸡店啦，居然去到那边没有炸鸡卖，才晚上7、8点他们就卖完了。你是怎么样去掌控所有的炸鸡经营，还有怎么样去管人和管鸡？对，所以你说对了，这个管人和管鸡这个是最重要的确好几年前也有鸡的缺乏，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个。我们在营业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筹备和告诉我们的 supplier 需要怎么样配合啦。所以你们的鸡都是沙巴 local 鸡？对，我们的鸡都是沙巴 local 鸡。为什么这样多人喜欢吃我们的鸡？是因为我们坚持用新鲜的鸡，所以今天就马上 marinate， 明天就可以吃了，不放超过3天的。所以基本上在1到3天之内，这个鸡就已经到我们的嘴里面了。对，就从它离世，通常是24小时内哈，鸡就是24小时内就到你的嘴里。怪不得， Yeah 所以就是说一点都不柴哦。你们的鸡是很嫩的，而且有嚼劲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是够新鲜。我们处理方式从它来到收藏到准备和炸它，这些 process 都很重要。不止新鲜，很多人 feedback 的说吃了我们的炸鸡，你掀开皮，它的那个脂肪是没有的，所以是皮和肉中间的脂肪是没有的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，可是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吃 Borenos 炸鸡。其实为什么会没有那层肥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是因为养鸡的人的秘诀，个个都有，全部是整条线路都是秘密，对，都是不能分享的商业秘密。所以疫情的时候对你们有影响吗？那个时候影响很大，我们的员工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坚持，如果一个人得 COVID， 那整班跟他一起工作的10多个人就全部要休息14天。那个是其实很多饮食业他们也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可是我们就决定要做起这个榜样，做这样子的事情，就坚持消毒这样子。虽然需要很多的资金，的 cost 很高，我们觉得必须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也吃得安心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营业额是有增长了吗？比较高，突破我们的业绩。在 COVID 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也没有吃过 Borenos。在 MCO 第一个 MCO 的时候，如果你还记得 Grab 还是 Food Panda， 你要找食物其实没有多的选择。我们已经早准 Grab Delivery、Food Panda Delivery， 这里已经有了这个平台。所以是等于说是它的平台刚刚 Grab 跟 Food Panda 刚起步的时候，你们就进去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市场，突然之间 COVID 又来了。对，所有都是帮助你们把这个品牌推向全球的。对，所以那些没吃过 Borenos 品牌，它是通过这个 Delivery Platform 认识到我们，吃到我们的炸鸡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吃，打包都很好吃，何况是来到 Dine In 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到现在就是一种口味，大家很可以接受的一个口味。小红书的那些博主来了之后，我看无论是几万、几十万的那些来之后，全部都来 Borenos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其实没怎么进小红书，也不了解小红书。今年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很多小红书的 followers，他们其实是自己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自己 recommend。现在大家都很注重食品安全嘛，尤其是我们知道鸡很新鲜了，那我们的用的油，就是炸鸡用的油，是本地 local source 的吗？对，这个油是马来西亚品牌的油，因为我们是用炸的，所以这个油我们用的需要耐高温。如果选择那个油不能够耐高温来炸的话，那个肯定会有对身体的影响。我们在选择油方面，这个就是一个学问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确保新鲜的炸鸡吃的健康，吃的口感也好。
我们都一直坚持更新换那些油。我们怎么样换油？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科技的方法来测试那个油，看它是不是应该换的。那换掉的油是会有人来专门回收吗？对，换掉的油就人家来回收，然后他们就拿去做其他的商品回收，做其他的做肥皂啊，做肥皂，对对对。还有什么其他我们需要吃的，一定要试的？就是我们的 coleslaw， 我们的 coleslaw 是由Kundasang那边种的那些包菜，本地的食材做成的，胡萝卜 carrots 胡萝卜，还有包菜。我们就尽量用本地的取材来做我们的 menu。我们的饮料也是有用到本地的姜茶，那个姜、对，姜茶，对，神山的姜哦，对。这是我们的独特的一个配方，对。其实我有刷到啊 ，Facebook 上个月不是沙巴淹水嘛，然后突然间哇，我全部被你们的 post 刷屏了，很便宜的价钱买 Borenos 的 chicken 的套餐。对，你们是早就有准备吗？还是没有？其实我们一向来都是想要回馈给社会的，然后当时我们注意了几天过后，那个雨水不停，然后淹水的那个状况越来越严重，想到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帮助这些人？很多人他们真的蛮辛苦的。然后我们想到，如果我们自己 sponsor 的话，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了这么多，就想到一个方法。我们也知道大众们他们也有一个心想要帮助遭受灾害的村民们，我们就大量资助，把价钱压到最低，让那些想要sponsor 和帮忙这些灾民的有个机会送上他们的爱心。已经压到最低价你们的成本价了吗？还是其实那个套餐是低于我们的成本价。哇呀，所以每一个套餐他们买的话，我们其实也是要倒贴的。对，我们有人从新加坡，有从 Australia， 有从 West Malaysia， 他们看到他们也想送出这份爱心来帮助他们，所以反应都非常好。我们也没有说打广告，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Facebook， 我们就召集这些人，看他们想要贡献的话，一起贡献，所以反应很好。很厉害哦，因很好。为我觉得应该沙巴的人跟可能全马来西亚的人都有刷到。当时一打开 Facebook 就看到那个 post， 说哇，这 marketing 太厉害了。所以我们 touch 到差不多有1万，差不多靠近1万 set 了。1万 set 差不多。哇，那你们不是贴了很多钱？对。这应该啦，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贡献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们现在是自主经营所有的门店吗？一共有几个门店呢？现在 Boreno 是自己经营的。我们现在就有7间，因为这个星期就会在根宁澳开我们的第7间。现在 KL 有1间在普冲，下个月就第2间在邦伊，然后在明年1月份还有更多。再来，会不会开放加入连锁，然后开放给别人来运营呢？我们很多 enquiries about 连锁，现在应该有400多人等着。哎呀，对。So 现在暂时还是自己经营着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开，可是还不是时候。对，有没有未来5年的计划呢？对 Borenos 有没有想过再开多更多，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品牌推向全球呢？在明年2026年，我们就大概会有20间，5年内我们应该有到100间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300间。全马300间全马，我们也会跨越马来西亚。有没有想过第一个要出去的国家会是哪里呢？秘密。不能讲。我们起初想要成为 The Pride of Sabah， 然后几年后5年后呢，我们就想要 to be the pride of Malaysia。说你要在马来西亚，你要吃什么？不同的反应，有些说你要吃 nasi lemak， 有些人讲你要吃 Penang laksa， 你要吃炒粿条。不同的种族就会介绍不同的食物。你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你觉得要吃什么必吃的东西？那应该是 Borenos Fried Chicken。因为这个 Borenos Fried Chicken 它不管什么种族的人他都可以接受，他可以吃的，所以我们心目中就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品牌。听说有很多的 YB 啊 Minister 啊全部都在推广 Borenos。 近几个月沙巴的 Minister of Finance 他在一个 CEO Masterclass 也是提起了 Borenos， 他会觉得很 proud， 鼓励大家把沙巴的品牌做起来。昨天 YB Fahmi
他就是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， 他来到我们沙巴这间 KK 的 Asia City， 这是他第2次来哦。去年他第1次来，我就看到他，我问他，诶，怎么会来到这里吃？他说他的员工说来到沙巴一定要吃 Borenos， 然后他吃了，他就很开心，他觉得很喜欢，他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开 KL。当时去年我就说，诶 KL 要开了，就多几个月就开了。在 KL 开了过后，1个月后，他就带他的团队去到我们的 Puchong 吃，然后 celebrate 他的 second anniversary 在他的 ministry。在今年几个月前，他又去到我们的 Tawau， 我们 Tawau 他知道我们开了，新开6月开，然后8月份他就过去带他的团队去吃，然后昨天他又来到这里，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喜欢。在10月10号的时候，国会的时候，他特地打包 Borenos， 亲自带 Borenos 去国会的那些媒体给他们吃。他是沙巴人吗？不是，他是是西马人，因为他是媒体体 Minister of Ministry 那个媒体的，所以他就要把这个 Malaysia 的品牌带出全马来西亚都知道。对，所以我看到这个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我们会达到这么高的荣誉。我们注重我们的那个 process，从购买、处理到煮到呈现给大家，这个就是我们很注重的一个过程。当我采访完的时候，有客人进来 Borenos Lounge， 老板 Janice 亲自给客人点单，没想到他竟然是 Sugar Bomb 的老板，被炸鸡的味道吸引过来了。当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去角头那间店，而是来这边的时候，他回答 Because I also know this is the best toilet over here. 我们回到 Asia City 角头这间 Borenos 的时候，发现人手不够， Janice 亲自下场收垃圾，亲力亲为啊。如果大家去到 Asia City 这个店里面人太多的话，其实可以走来旁边的 Borenos Lounge， 也可以在这边订炸鸡的，还可以在这边开生日 party， 包场的话才350马币起。他们还做了一个能给新品发布的背景板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No, 60 some ringgit with all of this.